制度消失之后，人往哪里退？退回最小的信用单位，血缘、同乡、誓言，共同杀过同一个人，共同挨过同一场恶。这些东西不写在纸上，不盖官印，不能上诉。但在没有法律的世界里，它是唯一能让一个人相信另一个人明天不会在背后捅刀子的东西。和平年代，你不需要这些，有契约，有法庭，有军队替你执行规则。但当所有规则同时失效，当帝国的暴力垄断碎掉，当地方官可以随时被杀、被换、被一支流民军赶走，你只能回头看看身边站着的人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个人可以把命交给他吗？中平元年，黄巾起事，涿郡贴出招兵榜文。一个卖草鞋的人站在榜文前面叹了口气。刘备，字玄德，涿郡涿县人，演义给了他一个非常精确的出场。那人不甚好读书，性宽和，寡言语，喜怒不形于色，素有大志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。不爱读书，话少，不露情绪，爱交朋友。这4条加在一起，画出来的不是一个读书人，不是一个武将，是一个组织者。他的家世演义交代得很克制，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祖父做过县令，父亲早亡，母子相依，范据知席为业。正史补了一个细节，三国志先主传记他少年时和同宗刘德然一起拜卢植为师，旅费是刘德然的父亲刘元起出的。刘元起的妻子说，各自一家，何能长耳如此，各是各家，凭什么老资助他？刘元起回了一句，武宗中有此儿，非常人也。注意这句话，一个远房叔叔愿意替他出学费，理由不是他聪明，他成绩好，是这个孩子不一般。什么叫不一般？说不清，但你见到他就觉得这个人以后会成事。这就是刘备这辈子最核心的资产，他没有钱，没有兵，没有地盘，他有的是让人愿意跟他的能力，你可以叫他人格魅力，但更准确的说法是，他让人相信跟着他有未来。28岁这年，他站在涿郡的招兵榜前，一无所有。一个声音从背后响起来，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，何故长叹？张飞，字翼德，涿郡人，家中颇有庄田，卖酒屠猪。演义写他的相貌，身长8尺，豹头环眼，燕汉虎须，声若巨雷，势如奔马。正史里的张飞几乎没有外貌描写，但有一个信息比外貌更重要。三国志张飞传里，裴松之注引《零陵先贤传》，说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。爱敬君子对读书人客气，不恤小人对下属苛刻。一个杀猪卖酒的人，偏偏对读书人客气，这个细节比豹头环眼重要得多。它说明张飞不是一个简单的莽汉，他有自己的价值排序，他尊敬他认为值得尊敬的人。这样的人一旦认定了谁，那就是到死。刘备答他，我乃汉室宗亲，姓刘名备，欲破贼安民，恨力不能。张飞说，我有资产，当招募相勇，和你一起干。一个卖草鞋的人和一个杀猪的人，就这么在榜文底下碰上了。没有人介绍他们认识，没有人审核他们的资质。帝国的选拔系统、察举、征辟、院属，这些东西和他们没有关系，他们在制度之外。在制度之外的人要想做事，只能靠碰，碰上了就是命。2个人转身去喝酒，酒还没热，门外进来一个人，身长9尺，髯长2尺，面如重枣，唇若涂脂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。关羽，字云长，河东解良人。演义写他推着一辆车来的，但紧跟着补了一句，因本处世豪，已是伶人，被吴杀了，逃难江湖5、6年矣。他是逃犯，杀了人，跑了5、6年，从河东到涿郡，横跨半个北方。一个人推着车在路上走了5、6年。正史对关羽的早年记载极简，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只有一句，亡命奔涿郡。亡命、逃命，连杀人的原因都没有。但亡命这2个字已经说明了他的全部处境。一个亡命之人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已经被旧世界除名，户籍没了，乡里关系断了，家回不去了。他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。没有身份的人最需要什么？归属。他需要一个地方，一个人，一个组织，让他重新成为某人，而不是路上的一具流浪身体。刘备问他来历，他说来历。刘备把自己的志向说了一遍，关羽留下了。你注意，他几乎没有犹豫。一个在路上走了5、6年的人，遇到一个让他觉得可以跟的人，决策是很快的，因为他等这个时刻等得太久了。第2天，张飞庄后面有一片桃园，花开正盛。3个人备下乌牛白马祭礼，焚香再拜，对天发誓，念刘备、关羽、张飞
虽然异姓，既结为兄弟，则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，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背义忘恩，天人共戮。这段誓词演绎写得郑重，我们当然可以把它看成义气，但如果只看成义气，就低估了它。因为在东汉末年这种世界里，官府已经靠不住，法度已经靠不住，普通人之间想要合作，最难的问题不是我们想做什么，而是你怎么证明到了生死关头你不会抛下我。桃园结义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不是三个热血男人喝完酒以后随口说一句以后一起混，他把一句话说到了最重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我们不是只共享利益，我们共享风险，我们不是只在赢的时候站在一起，我们在死的时候也站在一起。这就是乱世里最原始也最沉重的信用。这不是把桃园结义说小了，恰恰相反，这是把它说重了。因为后来的历史证明，对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个人来说，这个誓言确实有效。关羽被围被俘，曹操给他极高的礼遇，封侯赐马，后代有加，可他最终还是回到刘备身边。张飞从涿郡一路跟到白帝城，几十年颠沛流离也没有离开。这当然有他们个人的情谊，但还有一层更现实的原因，他们三个人谁也不是在一个稳定制度里向上升迁的人。刘备有汉室宗亲的名分，却缺少兵马和资产；关羽有武力和胆气，却没有稳固身份；张飞有庄田资产和地方根基，却缺少政治名义。单独看他们都不完整，合在一起他们才成为一个最小的势力单位，一个有名分的人，一个有钱粮的人，一个有武力的人，在制度之外拼成了一个可以活下去，可以招人，可以起兵，可以继续往前走的共同体。所以桃园结义不只是浪漫，它也不是简单的江湖义气，它是东汉末年制度崩坏之后，三个边缘人物在废墟里建立出来的第一份秩序。正因为外面的世界不再可靠，他们才必须彼此可靠；正因为天下已经没有人替他们担保，他们才只能用命替彼此担保。几年后，另一个人也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起兵。曹操字孟德，沛国谯县人，祖父曹腾是大宦官，权倾朝野；父亲曹嵩官至太尉，这个太尉也是花钱买的，1亿钱。他的起兵方式和刘备完全不同。曹至陈留，散家资，募义兵，同时孝廉魏宏资助曹操，一个本地有钱人出资赞助。然后是曹操的宗祖曹仁、曹洪、夏侯惇、夏侯渊，一群同姓同族的人聚过来。看见区别了吗？刘备的班底是什么？2个陌生人，一场誓言，一片桃花。曹操的班底是什么？家族财富、本地人脉、血缘宗亲。刘备靠义，异姓兄弟的誓约；曹操靠族，同姓血亲的天然绑定。哪一种更可靠？短期看，曹操的方式稳定得多，血缘是不需要维护的信任。曹仁、曹洪这类宗族亲旧和曹操天然绑得更深，曹操倒了，他们也很难独善其身。利益天然绑定，不需要誓言来加固。长期看，刘备的方式天花板更高，因为义可以扩展，赵云可以加入，诸葛亮可以加入，任何人只要认同这套叙事，都可以被纳入兄弟的外延。但族的扩展有边界，外姓人才可以被任用、被重用，却很难天然拥有宗族核心那种第一层信任。曹操后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他一辈子都在处理宗族核心和外姓人才之间的张力，但这是后面的故事了。此刻是中平元年，3个人在桃花树下跪完，站起来，刘备最长是大哥，关羽第2，张飞最幼是三弟。张飞出钱招募乡勇，演义里很快聚起500余人，村里打了兵器，又有2个中山大商张世平和苏双常来涿郡贩马，见备有大志，多给金帛相助，送了50匹良马，这是全部家当了。500人，一些刀枪，50匹马，还有一点商人资助来的金帛。对一个卖草鞋的人来说，这已经是他第一次拥有组织的形状。后来袁绍起兵靠的是43公的门生故吏网络，曹操起兵靠的是家族财富和宗族亲旧，孙坚一路往上走靠的是军功和地方任职，他们都有可以借力的旧结构。刘备什么都没有，他有的全部东西就是2个愿意跟他去死的人，但后来的事证明这就够了。从涿郡起兵到白帝城托孤39年，天下所有比他条件好的人，袁绍、袁术、刘表、吕布全部死在他前面。不是因为他运气好，是因为他那个最小的核心，那个由一场誓言绑定的3人单元从来没有碎过。一个组织可以失去地盘，失去军队，失去一切，但只要核心没碎，它就能重来。刘备重来了无数次。从桃林里走出来的这3个人，下一步要去找仗打了。
黄巾军正在涿郡方向涌来，他们的第一场战斗也是整部《三国演义》的第一场战斗即将发生。下期《三国演义》第一回出阵，500人对5万黄巾军，这是一场不可能赢的仗，但演义需要他们赢，因为英雄的第一场仗定义了他此后所有故事的调性。罗贯中在刘备的第一战里埋下了一个贯穿全书的叙事密码。